时间抄出来，至少也要20来人才成啊。哼哼。你慢走啊！我有何事瞒着你？那你有什么办法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哟，裴郎君、库迪娘子，今日2位又有暇来释方啊！守约，我刚好有事向掌柜请教，你等我一下。哎，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快请快请。掌柜，你今日店里有加鞋板吗？有。来，带您去看看。好。三娘，都护府为了裁剪之初，已经决定不再用益州黄麻纸，改用本地粗麻纸。你这几车货物，我们都护府不再采办了，真的很抱歉。虽然这法子是张氏想的，但还是怪我把这一车货的事给忘了。你还是与张氏商议商议，若能找到补救的法子，我定会鼎力为之。张氏来了。司马，阿紫，阿紫，你此前怎么没有和我说过呀？来，慢点。放。好。阿紫放心，这些纸张的用途，我和琉璃早就拿定主意了。只是此事未完成之前，不好叫人知晓，倒是让阿紫忧心了一路，都是行检的不是。果然如此。请跟我来。
你到底是如何想出来的？这自然不是我想出来的，都是琉璃的主意。那日，我和琉璃从纸店出来，守约，你看。这雕版中有何玄妙之处？恕为夫愚笨，实在是看不出。没正形。我在想，这雕版既能刻出繁复的花样，想来也定能刻字。若此法可行，我们也不必抢时间去转卖他处，不如直接改印佛经。佛经常年可卖，各地可卖。若只做1本2本，自然不合算。但如果印制几百几千本的话，我的好琉璃，你真是天底下最聪慧的女子。我裴心姐何其有幸，能娶到如此贤妻。说起来，我还是要多谢舅父把家鞋店开到了西周，我才突然想到，做家鞋的木板既能刻出那般繁复的花样，大约也能用来雕字。没想到试了几次，竟然真的成了。如今家鞋店的4个雕工全在这里，掌柜啊，还帮我找了7、8个原先做过家具和陶器刻工的工匠，不然哪能有这般快啊？哦，那这样的话，我就再找几个可靠的人过来。今日既然第1块雕版已出，那便可以印纸至今了。先按2600分印制，贩卖的事就交给我，待佛经售完，所得的钱帛咱们对半而分。不必如此了，这又不值什么。况且我们做这个，岂能与民争利？九郎此言差矣。这做买卖呢，讲的就是公道。我不过就是找了几个帮手和店面而已。这佛经是九郎你抄出来的，雕版是琉璃想出来的，我岂能占你们俩的便宜啊？可纸张全是阿紫出的，这佛经也全都要你去售卖。阿紫莫不是因为守约的身份才这般谦让？不如这样，销完之后你分我们3成便是。你若连这也不肯，那我便只好找族叔们来做此事了。也罢也罢，那琉璃和九郎便3分占1。你们俩的这番好意啊，阿紫铭记在心。还有一事，我要拜托阿紫。何事？若要印这佛经，这院子只怕还是太小，要换一处宽敞些的院子才好。再者，这雕版印佛经全是阿紫你的主意，日后我和守约再也不会过问。这是为何？自然是想当甩手掌柜了。阿紫，你先看看佛经，我和琉璃待会儿就回来。你做什么呀？我还没有跟阿紫说清楚呢。等会儿再说也不迟。哎，快坐下。对了，我忘记告诉阿紫了，我这几天都在试墨，发现松烟墨最是好用，别的墨啊标差许多呢。哎，你先弄干净了再去也不迟。如今阿紫来了，你能做的都已经做了，你还是好好歇着吧。你看看你，把自己眼睛下面都熬青了。谁知道会那般麻烦啊？琉璃，难道我们真的要与阿紫分离吗？自然要收，不然你心里过得去，阿紫心里如何过得去啊？你既然喜欢，那便去做。就如你刚才叮嘱阿紫的，有些事情还是莫让外人知道是你的主意才好。你若是有为难之处，一定要告诉我。再者，可不要把自己弄得太累了。
你一做事便什么都忘了，拦都拦不住。今后可不许这样了。你能不能答应我？好。你既然答应我了，那你若是忘了的话，那我可就要罚你了。你怎么罚我？与其让娘子自己累着，还不如让为夫代劳。我不跟你胡说了，我去找阿紫去了。好，我和你一道去。没有吗？这也没有啊！啊，这儿没有，找什么呢？也没有啊。看看那。阿妮小谭，出什么事了？我刚刚明明把艾达刚一好的佛经就放在这儿的，一转身就找不到了。是呀，我也看见他把东西就放在这儿了，怎么就没了呢？是不是谁拿错了？不会的，都问过了，谁都没拿。大家也在这儿找了半天了。你说这还真邪了门了，这我们所有人都在这儿，这食材也没有外人进出，这难不成这沓佛经还自己张腿跑了？守约，你看。小子姓白，横三儿，白三儿没别的本事，就是打架没怕过谁。以后听候长史吩咐。你是不是想到什么了？我们印佛经的事，恐怕屈重玉很快就会知道了。你是说，是那只死孔雀派人把佛经盗走了？应该不会吧？刚刚我就在门口卸货，没看见有什么人进出啊。此人轻功了得，身手不凡，想避开你们的耳目，并不是什么难事。可我们印佛经又不犯律法，就算让他知道了又怎么样？让他知道了我们印佛经倒没什么，但是我怕把琉璃给暴露了。都是我大意了。哎呀，来了，何事啊？这么着急，啊？白三刚刚送来的，你看看。怎么了？仔细看。哦，字不错，纸也甚好。益州麻纸，益州麻纸，安家竟然把益州麻纸都做成了佛经。我说当初我试探安三娘的时候，她说不必麻烦我，原来早就有了法子处理这些纸啊。那不对呀，他要抄这么许多佛经，那需要大量人手。他初到西周，哪里找那么多人来帮他抄呢？而且这字一看就是出自大家之手啊，你我都不一定写得出来，我都不一定写得出来。不是写的，你开我玩笑，这字不是写出来的，难道还是变出来的？印的。伸手，就像这样，一张一张的印的。印，那也不对呀，你印这么许多，那也挺费功夫的，而且这么多玉石，你上哪找钱？不是玉石，是木头。如果用木头一次做几千本的话，不仅能够比手抄节省时间，还可以重复利用，真是一本万利的好法子呀！哦，看来真是小看这个配琴家了。不过想出这法子的却是那库迪琉璃。啊？你是担心屈重玉知道这雕版的主意是我出的？恐怕这2日，他就会找理由来试探你。我若不让你出头，那摆明了是忌惮他对你不利。但我若让你出头的话，我又实在是放心不下。他难道会杀人灭口？
然在他这儿。一些杂物要处置，让安当家久等了。见过屈司马？此物可识得？此物是我安家新制的佛经，我当然认得。倒是个爽快人。这里是西周，有什么事能瞒得过屈司马？再者说，我安家印制佛经光明正大，又何必避人呢？那便进来说吧。这佛经我很是喜欢，只是不知道制法，又不知如何做得如此之齐整。这事说来也简单，只要用木板把字样雕出，再刷墨印在纸上。这我倒也想到了，只不过这2日我用木板试过，却总也找不到诀窍。如何把反字刻在木板上，又有什么样的木板经得起刀雕墨蚀？你能告诉我吗？这……你大可放心，我只是好奇。这样，若你坦诚相告，我以100金相酬，如何？100金？你不必有所顾虑，即便我知道了制法，也绝对不会插手西周佛经的生意。这样说，你总可放心了吧？司马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我若再做推辞，确实有些不识抬举了。只是想出这雕版印刷之术的，乃是舍妹，如何制作，我确实并不知晓。那好吧，那便劳烦安当家回去与库迪夫人好好商议，我就静候佳音了。答应他。这雕版之术真是获利捷径，100金会不会太少啊？其实此事诀窍并不复杂，只是他们一时都没有想到加鞋上来。我们用的木板都是加鞋店先浸泡数月再彻底干燥的梨木，比寻常木料又坚韧得多，雕字时才不会出现裂纹断痕。模字也是写在加鞋店专用的薄纸上，这样才能反面也清清楚楚地显出字迹来。这2条旁人一时想不到，难不成还一世都想不到？司孔雀那里能工巧匠甚多，迟早会想明白这2点，届时只怕100金都拿不到。只是如此一来，那屈重玉肯定会要求大娘去他的宫房，这岂不是中了他的算计？阿紫不必忧心，即便他不要求，我也会自己去的。这是为何啊？若不让他看个明白，又怎能令他消除怯心啊？那我这便与屈重玉说去。夫人小心脚下。夫人这边请。劳烦夫人了。司马不必客气，既然收了你100金，琉璃即便嫌麻烦，也不得不来走这一遭，替司马去疑解惑。夫人的想法天马行空，我甚是佩服。只是有些细节还琢磨不透，望夫人不吝赐教。赐教不敢当。司马问的细致，这些问题我也不太明白，有劳大娘了。无妨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，谁叫人家出手这么大方呢？夫人说，这木板要浸泡数月，彻底沥干之后方可使用。方才安当家拿了一块，确实好用，不知为何呀？至于为何，我哪里能知道呀？夫人可是想敷衍我们呀？王明府这是什么意思呀？
依安当家所言，此雕版印刷之法乃是库里夫人所想。那既然如此，库里夫人又怎会不知道制作工序？莫不是想出此法的另有其人呢？王明甫的意思是说我不懂装懂，讹你钱吗？君梦失言了。君梦是想，库里夫人虽是出身市井，但如今贵为官眷，想来也不会用此下三滥的手段。王明甫想来最近是睡得太好，所以才会在此胡言乱语吧。这浸泡后的木板为何好用的道理，我确实不知。我只知道家鞋店的所有刻花木板，都需按照此方法处置一遍方可使用，否则在雕刻时便容易毛边，这是家鞋店人尽皆知的事情。至于个中道理，谁又会去在意呢？家鞋店，自然是家鞋店。司马莫是不知，我曾在家鞋店里做过画师，看惯了刻板染布，想到木刻雕版既能染布，多半也能印书。没想到一试之下，果然如此。这次雕版所用便是家鞋店的木板，若不是司马相询，我还不知道别的木板居然不成。没想到啊，司马这般大方，竟然肯出100金来问这样一桩小事。既然如此，真是巧啊！可不是巧了吗？王明甫对我的答案可还满意？受教受教。这钱是你们自愿要给的，可不是我故意要讹你们的哟。既已解惑，倒也不亏。就算觉得亏了，我也不会退钱。不会不会，花100金看清楚夫人的本质，这钱花得太值了。司马是在暗讽我浅薄无知吗？不敢不敢，夫人的想法天马行空，我等望尘莫及，佩服。知道就好。还有什么要问的就赶紧问。这里的气味啊，着实难闻也嘈杂的紧，若是待久了，恐怕是会气闷。大娘平日里只是出主意，不愿意看这些人干粗活。不如咱们叫2个工匠过来，直接演示给司马看如何？那太好了，夫人先回，我还有事就不送了。好像谁喜欢待在这儿似的。走了。下三滥。哎，下三滥，不气不气啊！泼妇，泼妇。气坏了身体啊！你看，本来以为这个女的能想出这套方法来，一定是才智过人，谁知道就是一个夹心店画画的。哎，不过也好，以后就不用见她了。那药一点作用都没有，是不是？跟你说了吧，啊！白三儿，你这些日子还是小心些为好，莫因腿脚失利而惹上血光之灾。长史说笑了。白三儿在这双腿上下了20多年功夫，至今还从未失利过。长史大人，您可能有所不知啊，三郎这腿脚功夫，别说咱们府衙了，就算放眼整个西周啊，那也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。我果然没有看错，3日之内，你必有血光之灾。你若不信的话，不妨我俩打上一赌。怎么个赌法？若我所言不中，我再任1日，你便可领取长随的钱粮，任做你想做之事，我绝对不会过问。若是被我言中，那你可得交代清楚，这血光之灾是如何而来，免得到时候
旁人起疑心，说我在暗中搞鬼。成，那在场的大伙儿便做个见证。若是我白三儿这几日真遭了血光之灾，无论是还是不是被人陷害，我都对裴长史俯首帖耳，唯命是从。好。哼。三郎，今日你还是小心点为好。虽然我也不相信这世上有什么神算之术，但裴长史既然敢那么笃定，相信定是有几成把握，并非全是捕风捉影啊。危言耸听，不足为虑。我去便回，你在这儿守好了。哎呦，三郎，你小心点儿。三郎，出了什么事？大声些！太阴了，真是勇敢！三郎，三郎，这点油还想困住老子？三郎，出什么事了？三郎，哎，何人？大胆贼人，竟敢夜闯裴府！来人呐，将此贼人给我围了，给我打！三郎，哎呀，出什么事了？三郎，拦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大胆毛贼哪里跑？三郎。三郎，干嘛？救人！海思，海思，海思，三郎受伤了，海思，你快救救他！活着呢。这是人，下次啊，你有伤了再来找我啊。真有这么神奇？这么快就应验了？三郎，你咋伤成这样了？夜里摔了一跤，有什么好问的？难道这世上真有神算之术？是啊，这么神的吗？是啊，这看什么血光之灾，这就……哎呦，这也太吓人了！这白三儿，我们可是有约在先，你得向大家讲明。你昨夜去了哪里？又是为何而伤？没什么好讲的，伤成这个样子，是我咎由自取，怨不得别人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这场赌局是裴长史赢了，我白三儿愿赌服输。从今往后，为裴长史马首是瞻。白三儿，你这几日……我看不方便来当值了，回去好生静养吧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咋伤的呀？慢点。那长史把我白三儿当成什么人了？难不成说的话还能吞回去不成？这点小伤算得了什么事儿？
脑袋掉了，我也得把差当完了之后再回家讨事。此言差矣。那个赌，不过就是我跟你开个玩笑罢了。我本是好心提醒你，话赶话才说到哪儿，你又何必这么较真呢？愿赌服输，欠债还钱，白三催婚，但绝不无赖。好，既然你说对我言听计从，那我现在就命你回家好生静养。你听还是不听？轻点。他这么一摔，没个把月怕是下不了地了。这白三呀，真是个没脑子的。再三叮嘱他得小心点儿。行了，下去吧。是。对了，北边的大佛寺你还没去过吧？去倒不曾去过，但近来倒是常听人提起。那你一定要去看看。这大佛寺可是我们西周最宏伟的寺庙，即便与你们长安的大慈恩寺相比，也绝不逊色。若以壁画而论，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。这西周全城加起来，还没长安一个方大，难道能有寺庙与大慈恩寺相比？比大慈恩寺还好？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明日我便带你去看看，如何？太好了，我早就想去了。没规矩，我这儿从来没什么规矩。这小妮子活泼可爱，倒是十分对我胃口。多谢曲夫人。那么喜欢，那我便将她送与静娘，如何？啊，此话当真？明日我便派人将她的身契给你送过来。娘子啊，库迪夫人既肯割爱，那我却之不恭了。不，娘子，我求求你，你别将小檀送人，小檀不能离开娘子的。娘子，小檀错了，娘子。行了行了，娘子，你看你又戏弄小檀，小檀不依了。这小妮子我越发的喜欢啊！来人，赏。既是屈夫人赏你的，就收了吧。谢娘子。你该谢的人不是我。多谢屈夫人。免了免了。那明日咱们就说定了。恭敬不如从命。裴长史近几日这么大动干戈，
翻遍了西周所有的名册，又隔三差五的出城，就仅仅是为了帮柳娘子寻得表兄吗？裴某心软，看不得有情人天各一方。如今西周被都护治理得井井有条，我这长史也闲来无事。若是能帮柳娘子寻得表兄，也算是善事一桩。啊，有理有理。哎呦哎呦，下错了，下错了，回一步回一步。郎君，郎君，王明府，柳娘子来了，是来问她表兄的事。哦，哎，你看看，这柳娘子寻人心切，天天来催问，没奈何啊，还得请王明府把这屯军守卫的名册取来给我瞧一瞧。啊，好说好说。既长史有客，那便不下了不下了，告辞告辞告辞。王明府，柳娘子，裴长史有请。有劳。叫马凡儿来见我。是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！哎呀，怎么辛苦夫人亲自为我送汤？来来来，坐坐坐，莫要累着自己，莫要累着自己。哎呀，这夫人亲自为我熬的汤，一看就非同凡响啊！尝一口，尝一口。鲜美，就是要比那些人送的汤更加鲜美。好喝，鲜美。好喝。夫人今日，夫人今日好美啊！我平日不美吗？平日也美，只是今日美的不可方物啊！是琉璃帮我画的。好好好，美美美！哎呀，夫人近来似是与那库迪琉璃走得近了一些啊。我喜欢与他来往啊，喜欢，夫人喜欢便好。只是夫人与那库迪氏走得那么近，极为不妥。那裴行俭树敌过多，万一连累到库迪……别讲胡闹晚了，给我站起来！你们对付裴行俭，我管不着也不想管，但你们要打琉璃的主意，休怪我不答应。哎呀，夫人误会了。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能碍着你们什么事儿？那自然不是碍我的事儿啊，这都是都护的意思。那你就回去告诉都护，若是琉璃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就搅得他都护府不得安宁。你，今天晚上给我滚出去！关门！夫人呐，冤枉啊！真的不关我的事儿，都是都护的意思呀。滚！我们坐屈夫人的车前去，你就不用跟着了。是。
没想到静娘竟也是个虔诚的信女。琉璃莫要取笑我了，我去拜佛，私心多过于礼佛之心。想来佛祖也是看出来了，所以拜了这么多年，也未曾遂愿。